大多数人穷尽一生都在玩一场必输的游戏。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够聪明，也不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搞清楚游戏的规则。财富并不是运气的产物，它是一种技能，一种像编程、像写作一样可以通过学习掌握的技能。但更有趣的是，这种技能的底层思想往往和我们直觉中的常识是截然相反的。你认为的面子其实是你的负债，你认为的省钱其实是在浪费生命中最宝贵的杠杆。今天我想和大家聊聊那些真正白手起家、穿越了经济周期的顶级玩家，他们究竟做对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究竟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里拒绝了什么？这不是关于怎么一夜暴富的投机指南，那是骗子的把戏。我们要谈的是一种能够在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里构建反脆弱能力的生存哲学。如果你能听懂今天哪怕1/10的内容，也许你的人生操作系统就会迎来一次彻底的升级。让我们从一个经常被误解的概念开始。面子，在东方文化里，面子似乎是某种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但我观察过很多从底层逆袭到顶层的商业巨盗，包括我自己早年的经历，我发现一个惊人的共性：在积累财富的初期，如果你太在意面子，你几乎注定会失败。我曾读过一位东方经营之神的故事，他后来创立了2家世界500强企业，但在他年轻的时候，为了生存，他必须在街头叫卖纸袋，那是他人生最灰暗的时刻。家族破产，生活拮据。当他推着车走上街头时，很多以前的熟人亲戚在背后指指点点，嘲笑他的落魄。如果换作是一个自尊心极强、把面子看得比天大的人，可能早就羞愧地躲在家里，任由贫穷吞噬自己了。但他没有，他放下了所谓的尊严，俯下身子去赚那1分1毫的利润。结果呢？正是这种放下面子的勇气，让他活了下来，并积累了第一桶金，最终构建了庞大的商业帝国。这让我想到我们在硅谷常说的一个词 status game， 也就是地位游戏。人类社会主要有2种游戏，一种是财富游戏，一种是地位游戏。地位游戏是零和博弈，为了让你看起来比别人高贵，必然要有人看起来比你低微。而面子就是地位游戏里最昂贵的入场券。很多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试图用自己还没有赚到的钱去购买别人眼中的尊重，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投资。哪怕在今天看看我们要身边的例子，有些年轻人为了那一点点虚荣心，在这个城市最昂贵的写字楼里坐着，没有任何成长性的工作，每天穿着光鲜亮丽的衬衫，喝着星巴克，却在这个巨大的机器里做着一颗随时可以被替换的螺丝钉。而另一些人，也许是房产中介，也许是保险代理人，也许是街边的小吃摊主，他们看起来风尘仆仆，甚至有时候为了达成交易需要低声下气，看起来很不体面。但请注意，后者往往更接近商业的本质。他们在直接与市场交换价值，他们在磨练自己的销售技能，他们在积累真实的客户资源。正如我一直强调的，学习销售和构建产品是一个人获取财富最重要的2项技能。当你放下面子去向别人推销你的产品或服务时，你其实是在通过市场反馈来打磨你的判断力。如果你觉得赚钱这件事很丢人，那么金钱也会觉得你很不友好，它会绕着你走。李嘉诚先生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大意是说，当你放下面子赚钱的时候，说明你懂事儿了；当你用钱赚回面子的时候，说明你成功了；而当你只会喝酒吹牛死要面子的时候，说明你这辈子也就这样了。所以我的朋友，请审视一下你自己，你是因为害怕别人的眼光而不敢去尝试那个可能改变你命运的副业吗？你是因为觉得谈钱俗气而拒绝学习投资理财吗？记住，在财富积累的初期，面子是最无用的资产，甚至是一种负债。真正的尊严不来自于你开什么车，穿什么衣服，而来自于你是否拥有拒绝不喜欢的人和事的权利，来自于你银行账户里那笔能让你随时对老板说不的 F 减 money。 把你的自尊心收起来，放在口袋里，等你的实力足够强大时，它自然会变成别人眼中的光环。接下来我们来谈谈消费，这不仅是财务问题，更是哲学问题。我在生活中观察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悖论，越是财务状况糟糕的家庭，家里的东西往往越多越乱，而那些真正拥有财富自由的人，生活环境往往是极简的。这背后隐藏着人类心理的一个陷阱，我们称之为享乐适应跑步机。现代商业社会的构建逻辑就是全方位的刺激你的多巴胺，双11、黑色星期五、情人节限定，
商家制造了无数个让你掏钱的理由。对于很多陷入贫困思维的人来说，购买行为不是为了获取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填补内心的空虚，或者是为了在朋友圈里展示那一瞬间的优越感。但是欲望是一个你在这个时刻和自己签订的契约，契约的内容是在得到那个东西之前，我承诺我会一直感到不快乐。问题在于，当你买到了那个名牌包，换了那辆新车，这种快乐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然后你会迅速适应，接着你会想要更多更贵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高收入群体依然是穷人的原因，他们陷入了收入越高消费越高负债越高的死循环。真正的富人思维是跳出这个跑步机，我们要追求的不是物质的堆砌，而是资产的积累。当我走进一位朋友的家，看到他家里堆满了廉价的塑料制品、过期的打折商品，我就知道他的财务状况一定是一团糟，因为他的心智带宽被这些琐碎的物品占据了。相反，极简的生活方式能让你腾出空间，不仅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心理空间。你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上，你的健康、你的知识、你的家庭以及你的投资组合。每一分钱在离开你的口袋之前，你都要问自己，这一分钱是变成了消失的消费品，还是变成了能为你工作的士兵？如果你买了一台最新的 iPhone， 那是消费；如果你买了苹果公司的股票，那是投资。前者随着时间贬值，后者随着时间增值，要学会延迟满足。在这个充斥着即时满足的时代，能够控制欲望，把金钱投入到能产生复利的地方，这种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的竞争优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过苦行僧的生活，也不意味着在这个视频里我要教大家如何省吃俭用。恰恰相反，我认为省钱是穷人思维中最大的陷阱之一。这就引出了我要讲的第三个核心观点，不要把你的精力浪费在这1-2块钱的节省上，而要聚焦在如何指数级地提升你的收入。很多人的思维模式是线性的，我少喝一杯咖啡就能省下$5，这在数学上没错，但在人生策略上是大错特错，因为你的注意力是有限的。如果你每天花2个小时去研究哪个超市的鸡蛋便宜2毛钱，或者为了省几十块钱的高速费去走拥堵的低速路，你其实是在贱卖你的时间。时间是我们唯一不可再生的资源，富人买时间，穷人卖时间。如果你想富有，你必须意识到你的每一个小时都应该被标价，而且这个价格应该随着你的成长不断上涨。当你为了省钱而消耗大量时间时，你实际上是在告诉自己，我的时间不值钱。这种潜意识的自我暗示是致命的。真正的财富创造来自于杠杆，在金融领域，杠杆是借钱投资；在人生领域，杠杆有着更广泛的含义。你需要资本、劳动力、代码或媒体作为你的杠杆，与其花心思省钱，不如花心思去思考。我有什么独特的能力 specific knowledge 是社会需要，但还不知道如何大规模生产的。我能不能通过写代码、做视频、写文章，把我的这份能力复制分发出去，让它在我睡觉的时候也能为我赚钱。哪怕你现在的收入不高，也不要陷入稀缺心态，不要盯着手里的芝麻，而丢了远处的西瓜。与其用1下午的时间去抢几张优惠券，不如用这1下午读一本关于经济学的好书，或者学习一项新的技能。前者只能让你省下几块钱，后者可能在未来为你带来几万倍的回报。投资自己永远是回报率最高的投资。你要把注意力从防守转移到进攻上来。在这个无限博弈的商业世界里，没有人是靠省钱省成亿万富翁的，所有的财富都来自于价值的创造和交换。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你如何看待你的人生境遇。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第4个关键点，责任感。我发现富人和穷人在归因方式上有着天壤之别。当你去问一个生活不如意的人，为什么你会陷入困境，你听到的答案通常是五花八门的抱怨，因为经济大环境不好，因为老板太苛刻，因为父母没有给我好的起点，因为运气太差。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这都是别人的错。这种思维模式非常舒服，因为它免除了你所有的责任。如果你认定自己受害者，那么你就不需要做任何改变，因为错不在你。但是这种舒适的代价是巨大的。当你把责任推给外界时，你也把力量交给了外界。如果你的不幸是别人造成的，那么你的幸福也必须依靠别人的施舍才能获得。你就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等待救援的奴隶。相反，我所认识的那些能够穿越周期、白手起家的强者，他们拥有一种极度的主人翁精神。如果生意失败了，他们会说，是我选错了合伙人，是我没看准市场，是我的产品不够好。他们会把一切结果归因于自己。
这听起来很残酷，因为这意味着你必须直面自己的无能和错误。但正是这种痛苦孕育了改变的力量。当你承认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时，奇迹就发生了。这意味着只要你改变，结果就会改变，你拿回了人生的控制权。生活中确实有运气成分，比如你出生在哪里，你会遇到什么意外。但我认为生活中的运气只占 1%， 剩下的 99% 都是由你的选择决定的。你可以决定几点起床，你可以决定刷短视频还是看书，你可以决定和谁交朋友，你可以决定面对困难是放弃还是坚持。我非常喜欢这样一句话，今天的你是3年前的你决定的，而现在的你正在决定3年后的自己。如果你不满意现在的境况，不要抱怨，因为那是过去的你为你写下的剧本。如果你希望未来的剧本有所不同，从这一刻开始，你必须拿起笔做那个唯一的编剧。不要小看每天微小的改变，复利不仅仅作用于金钱，同样作用于习惯。如果你每天比别人多读20页书，多运动20分钟，多思考一个深度问题，1天2天你看不到任何区别，1个月2个月也许还是没有区别。但是把时间拉长到3年、5年、10年，你会发现你和当初的同龄人已经生活在2个完全不同的宇宙里了。说到时间，我们必须警惕这个时代的时间杀手。我在看数据统计时感到非常震惊，现代人平均每天花在手机上的时间超过3个小时，有些人甚至更长。这意味着你生命中清醒时间的1/4被一块发光的屏幕吞噬了。你在手机上看什么呢？大多数人在刷短视频，在看那些精心设计的能在15秒内刺激你感官的娱乐内容，或者更糟糕的是，他们在参与网络上的争吵。有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个愚蠢的观点，你感到愤怒，你在评论区和他大战300回合，为了一个可能这辈子都不会见面的人，为了一个根本不影响你生活的无聊话题，你消耗了宝贵的精力和情绪。请记住，你的注意力是极其昂贵的资源。当你在网上围观明星八卦、参与键盘战争时，你是在免费为别人的平台贡献流量，你在燃烧自己的生命，照亮别人的钱包。那个日本的企业家曾说过，他从不做无意义的争执，有那个时间不如好好睡一觉。在他公司面临破产危机的时候，同事们都在恐慌、抱怨、讨论要不要跳槽，而他拿着被褥住进了实验室，屏蔽一切噪音，专注于产品的研发。最后他成功了。这就是专注的力量。要想在这个嘈杂的世界里获得竞争优势，你必须学会极度专注。把你的手机调成勿扰模式，卸载那些吞噬你时间的 App， 退出那些毫无营养的聊天群。在这个注意力稀缺的年代，能够长时间深度工作的人是真正稀缺的物种。那些所谓的网络热点，过2天就会被遗忘，但你利用那段时间读进脑子里的智慧、练就的技能，会伴随你一生。富人思维就是永远关注那些不变的事物，而不是关注那些瞬息万变的噪音。与其争论谁对谁错，不如问问自己，这件事儿对我实现财务自由有帮助吗？如果没有，转身离开，不要回头。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社交，这可能是误导年轻人最深的一个领域。你一定听过这样的话，人脉就是钱脉，多个朋友多条路。于是很多年轻人像那个砍柴的樵夫一样，花一整天时间和放羊的人聊天。天黑了，放羊的人喂饱了羊，开开心心回家了，而砍柴的人两手空空。这真是一个残酷的隐喻。在这个故事里，砍柴人就是那些无效社交的受害者，他们以为自己在积累人脉，其实是在浪费生命，因为本质上人脉不是求来的，而是吸引来的。如果你自己没有价值，你认识再多的大佬也没有用。在成年人的世界里，社交的本质是价值交换。如果你是0，无论你乘以谁，结果还是0。我见过很多人拿着微薄的工资，却要透支信用卡去参加所谓的高端聚会，试图混进不属于自己的圈子。这真的很可悲。真正的顶级圈子门槛不在于你穿什么衣服，而在于你的认知水平和资产规模。当你不够强大的时候，所谓的人脉只是通讯录里的一个名字，你发消息过去，对方可能根本想不起来你是谁。所以我的建议是，在你的事业起步阶段，做一个孤独的攀登者，不要害怕孤独，孤独是你最好的增值器。把那些用于无效社交、喝酒、吹牛的时间，全部用来打磨你的核心技能。当你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当你拥有了独特的作品，当你能够解决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时，你会发现不用你去追逐马，你种好了草地，马自然会来。而且你要学会筛选你的朋友圈，就像我们在投资中要剔除那些垃圾资产一样，在人际关系中你也要学会做减法。
查理芒格说过，如果你想变聪明，就多和比你聪明的人在一起，你的水平就是你最常接触的5个人的平均值。如果你身边充满了抱怨者、消极者、得过且过者，你很难独善其身。这听起来很功利，但这是保护你能量场的必要手段。如果你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同频的人，那就去书本里找，去互联网上找，和苏格拉底对话，和巴菲特神交，让这些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头脑成为你的朋友圈。最后，我想谈谈关于吃苦的误区。很多人认为穷就是吃苦，或者说吃苦就是省吃俭用干体力活。这是一种极其肤浅的理解。穷不是吃苦，穷就是穷。真正的吃苦不是受穷的罪，而是忍受成长的痛。在物质匮乏的年代，体力上的劳累被视为吃苦，但在今天这个产能过剩的时代，社会保障体系和廉价的娱乐产品已经可以让一个不努力的人过上相对舒适的生活。你可以领着救济金，或者做一份简单的工作，住在廉价的出租屋里，每天刷着手机，吃着高热量的快餐，获得源源不断的廉价多巴胺。这不叫吃苦，这叫沉沦。现代社会真正的吃苦是一种精神上的自律和折磨，是为了长期目标而放弃当下的享乐，是为了深度思考而忍受孤独，是为了突破认知瓶颈而不得不承认自己过去的愚蠢，是明明可以躺平，却逼着自己去健身、去学习、去创业、去面对市场的不确定性。你会发现，很多富人比穷人更能吃苦。他们每天保持高强度的工作，不断学习新知识，时刻准备应对危机，因为他们明白这个世界是动态平衡的。你只有主动去吃成长的苦，才能避免被动去吃生活的苦。如果你逃避了学习的痛苦、思考的痛苦、自律的痛苦，那么生活一定会用贫穷的痛苦、平庸的痛苦、被支配的痛苦来惩罚你。这2种苦，你总得选一样，是主动出击，还是被动挨打，是现在流汗，还是将来流泪。这是一个选择题，而大部分人因为贪图眼前的安逸，选择了后者。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真相。这些道理听起来可能并不顺耳，甚至有些刺耳，但良药苦口。如果你能把今天听到的这些内容，哪怕只有1条，真正落实到你的行动中，而不是听完就划走，那么你的人生就已经开始改变了。财富不仅仅是金钱，它是你思维的变现，是你对世界认知的反馈。不要让贫穷的思维限制了你的潜能。无论你现在的起点在哪里，只要你开始升级你的大脑操作系统，只要你开始践行这些反直觉的真理，通往自由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在文章的最后，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刚才提到这些富人思维中，放下面子，拒绝消费主义，专注赚大钱，承担责任，极度专注，有效社交，主动吃苦，你觉得哪一条对你目前的触动最大，或者哪一条是你觉得最难做到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思考。这不仅仅是一次互动，更是你与自己内心的一次对话。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哪怕一点点的启发，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同时也别忘了订阅这个频道。在这里，我们只谈关于金钱、智慧和人生的底层逻辑。我是你们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见。